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2024年的10月16日，币圈呢发生了一件大事，特朗普亲自为一个加密项目站台，不是比特币，不是以太坊，而是他强力背书，甚至被怀疑深度绑定的项目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Big news, the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token sale is now live. Crypto is the future. Let's embrace this incredible technology and lead the world in digital economy. Go to worldlibertyfinancial.com. 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次炒作，但现在2025年这个项目居然真的爆了。它发行的稳定币 USD1 上线仅2个月，流通量就突破了21亿美元，挤进了稳定币市场的前3。治理代币 Wolfie 被中东财团 DWF Labs 甚至孙宇晨疯狂的扫货，挖矿收益最高能拿到年化 30%， 吸引了大批的用户入场。所以今天我们不聊理论，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项目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USD1 能不能让我们普通人赚钱？ Wolfie 真的是社区共识，还是资本在操盘？这个项目是值得参与的机会，还是一场精致包装的金融的表演？ USD1 呢是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推出的美元稳定币，它不是简单的模仿 USDT 或者是 USDC， 而是完全基于2025年的最近刚刚通过的美国的新的法案 Genius 天才法案而打造的。这部法案的目标是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合规稳定币，它要求100%的美元现金加上短期国债做储备，托管机构必须接受监管，公司自己的资金不能够和用户的资产混在一起，每个月都要公开做审计，数据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这一系列要求意味着加密金融正在从灰色地带正式的跨入合规的时代，而 USD1 正是这一转型下的产物。它不仅完全满足了以上所有的监管的要求，还采用了美国 BitGo 信托公司进行托管，每个月公开储备审计文件，信息极为透明。换句话说，它比 USDT 更透明，比 USDC 更政治合规。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说，稳定币不是拿来研究法案的，我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赚钱，好不好用。目前来看， USD1 给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答案，这是一个低门槛高收益的入场机会。怎么说呢？我们先说赚钱的那一部分。使用场景1是流动性的挖矿赚收益。虽然根据天才法案，稳定币不能直接发利息，但项目方找了一条非常聪明的路，他们通过发放治理代币 Wolfie 的方式给用户变相收益。简单来说，你可以在 Uniswap 或者是 PancakeSwap 上提供 USD1、USDT 的流动性，然后你就能拿到 Wolfie 的奖励，年化收益最高可以达到 30%。 目前的链上数据显示， USD1 的日交易量已经突破了13亿美元，稳居稳定币交易前3。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的用户已经冲进来了，流动性越多，市场的活跃度也就越高，也就意味着我们普通人进入的机会窗口正在打开。再说一个很多人忽略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优势，免费。项目方承诺铸造和赎回 USD1 完全免手续费，只要1枚 USDT 在 Uniswap 等平台就能换到1枚的 USD1， 无手续费，秒完成。而且它还支持法币的出入金，并且承诺48小时内完成赎回。要知道 USDT 和 USDC 在不少的平台上铸造或者是提币都要额外收取 0.1% 或者是 0.5% 的费用，这在大额的交易的时候真的是差的非常多。所以你看，合规、免费加上快速的赎回，对于我们这些日常用的来说，真的是少有的用户友好型的稳定币。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但你不要急着往前冲，我们接下来要认真对比一下 USD1 和 USDT、USDC 究竟谁更强。我们挑出最关键的6个维度来对比 USD1
和目前的2个老大老牌的稳定币。第一点呢是监管的合规性。USD1 是根据 Genius 法案制定的，合规程度基本上拉满了。注册地呢是美国的特拉华州，全套的牌照和监管披露都有。相比之下 USDC 也非常合规，由 Circle 发行，托管在纽约的梅隆和贝莱德等大机构。USDT 就稍微模糊了一些，长期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后来才迁移到了萨尔瓦多。虽然审计也在做，但透明度和政治合规度还是被经常的质疑。简单来说 USDC 和 USD1 是主流的合规路线， USDT 呢是野路子起家逐步正规的代表。第二点是储备的结构。 USD1 的储备结构非常简单明确，100%的储备，只包括美元现金加上短期的美债 Beta Go 托管加上每月的审计报告，完全公开透明。对比一下 USDC 呢 80% 的美债 20% 的现金，托管清晰。 USDT 美债之外还有比特币、黄金等非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还藏在瑞士的金库，托管机构也不明。所以我们从这1块钱有没有真正的存在的角度， USD1 和 USDC 更加的让人放心。第三是发行的速度和资金的体量。 USD1 的上线速度和资本体量真的完全不输给任何的老牌的稳定币。2025年4月上线到现在仅仅才2个月，发行量已经突破了 21.7 亿美，日交易量最高达到13亿美元。更重要的是，阿布扎比的 MGX 投资公司直接注资了20亿美元，这背后的推动力可不只是散户。而 USDT 和 USDC 虽然体量更大，但从增速和资本关注度来看， USD1 是真正的黑马新星。第四点是零手续费，快速的赎回。很多人不关注手续费，但这一点真的很关键。USD1 的铸造和赎回完全是免费，支持1:1的兑换，你只需要一键的操作，项目承诺48小时内到账。反观 USDT 和 USDC 某些平台收取 0.1% 至 0.5% 的费用，有些还设最低的提现门槛，手续繁琐，到账也不太稳定。对于大部分的用户来说， USD1 做到的是真正的用户友好。第五点是战略的方向。我们来看看这3个稳定币的战场到底在哪里。 USDT 呢主打的是交易流动性，在波场的量上，日均交易超过了240万笔。 USDC 侧重合规和金融的服务，主攻北美本土市场。 USD1 锁定的是新兴市场的支付生态，像拉美、东南亚这些高通胀的国家，刚好对稳定币有刚需。 USD1 已经和本地的钱包打通了，还打通了法币的出入口。链上数据显示，它的日活地址数已经超过了 USDC， 这不是巧合，这说明它真的在这些市场里边开始走进地面部队了。第6点呢是真正的开放，它还是一个表面的去中心化。 USDC 基本上是一个中心化管理， Circle 自己说了算。 USD1 呢试图走另外一条道路，建立了道的治理模型，社区可以提案投票，对开发者开放，让其他的应用直接接入它的支付协议。这种做法呢更像是稳定币界的以太坊，鼓励共建，鼓励扩展。 USDC 是一栋银行的大厦， USD1 呢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从6个维度对比下来，你会发现 USD1 并不是简单的模仿 USDC， 而从法规、体验、生态策略上都做了差异化布局。但光听官方的说法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去看看它背后的治理结构是不是真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人有权。项目方的说法是 Wolfie 是一个非股份的结构，没有公司股东，所有代币持有人都能够参与治理。这个听上去是不是很去中心化，对吧？但链上的数据讲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它其实是高度的控盘的，鲸鱼掌控了
一切。前10个地址持有超过 70% 的 Wolfie， 多数提案和投票基本上是由几个大机构所决定的。孙宇晨 DWF 的 Labs 阿联酋的基金会，换句话说，你可以买 Wolfie， 也可以投票，但你不太可能真的改变任何决策。这就像你在一场已经写好的剧本的戏里边，你其实只是一个吃瓜群众的角色。问题2，参与率极低，到像一个摆设一样。更扎心的是，大部分提案都是由机构主导，普通用户投票的参与率也非常之低。项目方甚至在官方的网上直接写了，如果你不打算参与治理，建议不要买。听上去像是在提醒用户，其实呢更像是提前做的免责声明。 Wolfie 不是草台项目，它背后的是资本和政治资源，非常硬核。来看看这些重量级的名字。2024年的10月，特朗普亲自站台。2024年的11月， Tron DAO 认购了30亿 Wolfie， 投了3000万美元。2025年的4月， DWF Labs 投资了2500万美元。2025年的6月，阿联酋基金会认购了1亿的美元，并参与治理。甚至在纽约 Permissionless 会议上，项目联合创始人公开表示，多家美股上市公司准备把 Wolfie 纳入自己的储备资产。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了，它更像是一场政治加上资本的合规实验。有人说这是稳定币里的美元 2.0 版本。说到底它适合你吗？我们分2类人来看。适合的人呢，是想稳妥的我赚点收益，接受合规的路线的人。我希望通过稳定币对冲通胀，保值美元资产的人。想入门加密，然后呢不想接触复杂协议的新手。不太适合的人呢，是对控盘非常敏感的投资者，强调的是去中心化、自由自治的极客群体，反感政治资本介入的人，比如说我。一句话总结， USD1 和 Wolfie 是币圈秩序逻辑的代表，他们强调的是稳定、合规、透明，而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公平、去中心化。最后呢，几点你必须要注意的风险，再好的项目它也有坑。USD1 和 Wolfie 目前还存在这几个不确定性。第一呢，是接受度有限，很多的主流的平台 DeFi 协议还没有支持 USD1。第二是缺乏长期的验证，上线时间太短，还没经历完整的牛熊考验。第三是流动性的深度不足，看似交易活跃，但在某些的链上的兑换深度不够稳定。好的，今天呢就讲到这里。理论讲太多，不如实测来的痛快。下一集呢，我们就将亲手的操作一下，用 USDT 换 USD1， 教你怎么添加流动性池，赚 Wolfie 的奖励，实测看一看是不是零手续费，年化收益到底有没有到达 30%， 它是真的宝藏还是一场秀？我们用钱包来说话。喜欢这期内容的朋友，别忘了点赞、订阅加密星球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一起交流挖掘新的机会。记住，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期的节目只是为了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谢谢，再见。